现在的年轻人一提起结婚，很多人就直摇头，说结不起也不敢结。你去看看大城市里离婚率是不是一天比一天高？剩男剩女是不是越来越多？大家坐在一起谈婚论嫁，全都盯着房子多大面积，嫁妆赔多少钱，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生怕自己吃半点亏。这种风气真是糟糕透顶，也让人觉得特别可悲。我常常讲，婚姻它绝不是做慈善，更不是去扶贫，它应该是两个不同家庭的家风、价值观和责任体系完全同频共振，是夫妻两人同心同德、双向成就的一场终身修行。只要我一说结婚不是扶贫，很多人立刻就跳出来指责我，说曾教授，你这是嫌贫爱富，你这是把女人当物品，难道女方家里穷一点就不配拥有爱情了吗？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易经里面早就说得明明白白，30年河东，30年河西，钱财这东西它本来就是流动。我们常说末期少年穷，物质上暂时缺一点，根本不算什么。今天穷不代表明天还穷，只要夫妻两人一条心，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过日子，总会越过越好。我真正要提醒大家的，扶贫其实不是口袋里的穷，而是精神上的赤贫，是心性上的穷，是德行上的穷，是家风上的穷。这种穷才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这才是婚姻里真正要命的扶贫。老祖宗留下一句血泪总结的话，男子娶错一房毁3代，女子嫁错一郎毁一生。这句话绝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用无数前人的惨痛教训换来的。一个男人，你外面事业再风光，如果你家里那位太太没有选对，你的后半生注定一团乱。你的父母跟着受气，你辛苦打拼的家业被败光，连孩子都会被带歪。所以择偶的核心从来不在外貌有多漂亮，也不在家里有几套房，赔多少嫁妆，而是要看他骨子里到底有没有那3样最重要的东西。今天我就把这句逆耳忠言摆在这里。没有这3样东西的女人，你再爱她，爱得死去活来，她长得像天仙一样，你也不能娶。娶了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到底是哪3样东西？大家静下心来听我慢慢给你剖析，你听懂了，你这一生的家庭风水也就守住了。很多人跑来问我，曾教授，你说的精神赤贫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才能在结婚前看出来？大家仔细想想，什么叫扶贫？就是一方高高在上施舍，另一方心安理得接受，而且接受的人还觉得远远不够，觉得你有能力就该一直养着他。这种关系如果放在婚姻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你去翻翻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太卦，太卦上面是坤卦，代表地，下面是乾卦，代表天。本来天应该在上面，地在下面，但是太卦把它倒过来了，地气往下降，天气往上升，天地交流，阴阳和合，这就叫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这个泰就好比夫妻2个人，不管刚开始日子有多苦，只要男人心疼女人，女人体谅男人，2个人气场互通，力量往一处使，这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物质上的穷只是暂时的，迟早会发家致富。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否卦，天在上面高高在上往上走，地在下面一个劲往下沉，天地不交，2个人各怀鬼胎，各走各的路，那就完全没有活路了。精神上的赤贫就是把家里的阴阳之气彻底阻断了。
第一种最典型的精神扶贫，就是把婚姻当成脱贫的跳板，把伴侣当成一张长期饭票。现在很多年轻女孩子受了一些不太好的风气影响，脑子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觉得我只要长得好看，只要年轻，我就有了资本，我就可以挑一个有钱的男人，结了婚以后，我就不用奋斗了，我就理所应当享受荣华富贵。爱情你可以说是没有条件的，看对眼就行，但是婚姻不行，婚姻一定要有条件，而且条件非常苛刻。什么条件？就是门当户对和责任对等。如果一个女人从一开始踏入婚姻的动机，就是把人生的所有重量、所有期望全部压在丈夫一个人肩膀上，自己只讲索取，绝口不提付出，只想着享受做太太的权利，却完全不想承担做妻子的责任。大家想想看，你这哪里是在找人生伴侣？你这分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需要终身供养包袱，做丈夫的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受了多少委屈，咽下多少苦水，回到家里，他想看到的是一口热饭，是一句体贴的话，是一个能让他卸下防备避风港。结果呢，他推开门，看到的是一个整天只知道打麻将、逛街、买衣服，或者坐在电视机前抱怨自己命苦，抱怨丈夫赚钱不够多的女人。你觉得这个男人的心会不会彻底凉透？这就不叫夫妻之好，这叫单方面的吸血。男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就算他是一座金山，也会被这种没有底线的索取给掏空。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女人她不懂得感恩，她觉得你是个大男人，你养我是天经地义，你给我花钱是应该的。一旦你哪天生意失败了，或者下岗了，赚不到钱了，他跑得比谁都快。这种把婚姻当跳板的人，本质上就是极其自私的。跟这种人结婚，那就是最彻底的扶贫，而且是扶不起来的呢。第二种情况，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破裂的致命原因，就是女人没有分寸感，拿着小家的资源去对娘家进行无底线兜底。我常常强调，结婚以后，不论男女，你们的核心永远是你们组建的这个小家。孝顺父母，那是做人的本分，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最讲究的美德。但是孝顺绝对等于愚孝，绝对不等于没有边界的付出。有些女人，她脑子里那个弯就是绕不过来，她结了婚以后，心还是一直扑在娘家那边，娘家买房子，她要出钱，娘家兄弟娶媳妇，她要把家底掏空去帮忙，甚至娘家兄弟欠了赌债，她都要背着丈夫偷偷拿小家的存款去填窟窿。这就叫分不清。你以为你是在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你以为你是一个伟大的姐姐或者妹妹，其实你是在背叛你的小家，你是在背叛那个对你交付了全部信任的丈夫。你丈夫赚来的每一分钱，那也是他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换来的，那是你们这个小家未来生活的保障，是你以后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底气。你凭什么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无底线的拿去填娘家的坑？你这就等于是在强迫你的丈夫，甚至强迫你丈夫的父母，跟你一起去为你的娘家持续输血。大家要知道，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你丈夫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因为他爱你，他尊重你，他愿意帮你分担。但是如果你把这当成理所当然，没完没了的去榨取，他的耐心总有一天会被耗尽。但耗尽，这个家也就散了。我说这些
绝对不是说女人结了婚就不能管娘家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女婿孝敬岳父岳母，那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一个分寸的问题。遇到大事，夫妻俩商量着办，力所能及地去帮，这就叫夫妻同心。如果你瞒着丈夫，毫无节制的去做那些超出你们小家承受能力的事情，那就不叫尽孝，那叫愚蠢。这种让小家沦为娘家提款机的婚姻，本质上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拖累。男方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沼泽地，越陷越深，最后被活活拖垮。所以男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你去他家里看一看，看看他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看看他兄弟姐妹之间是怎么相处的。如果他家里有一种很不正常的风气，觉得女儿一旦嫁出去了，就应该从婆家捞好处来补贴娘家，那我劝你，不管这个女孩子长得多漂亮，你有多喜欢她，你都要快刀斩乱麻，赶紧离开，因为你根本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婚姻是个很现实的东西，它是柴米油盐，它是责任担当。我们把这些丑话说在前头，拨开那些风花雪月的迷雾，你才能看到生活本来的面目，看清了精神赤贫的可怕。我们接下来再去讲一个真正值得你娶回家，能让你的家族兴旺发达的女人，她骨子里到底应该具备哪3样底牌。这第一样底牌叫做守卫安分的坤德，以及明辨是非的底线。我们读易经，大家都知道，第一卦是乾卦，第二卦就是坤卦。坤卦讲君子以厚德载物。现在很多人一听到女德，马上就摇头，说是封建糟粕，说是教女人逆来顺受、卑躬屈膝，这完全是不懂中国文化的表现。什么叫厚德载物？大地承载着万物，高山河流、花草树木、人类动物，好的坏的，大地都稳稳地托住。在家庭里面，男人是天，女人就是地。天是乾动，男人要在外面打拼，地是宁静，女人要在家里做定海神针。一个女人真正具备坤德，绝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她能够守得住自己的本位。什么叫守卫？就是她心里清清楚楚，知道结了婚以后，我是这个小家的女主人，我的心，我的精力要放在怎么把这个小家经营好，怎么相夫教子，怎么孝敬公婆，这就是安分。他绝对不会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结了婚还整天向着娘家，把娘家的事情凌驾于小家之上。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人心换人心。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最复杂的就是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难题。一个有坤德的女人，她守卫安分，她知道你敬我父母一尺，我还你父母一丈。她对待双方的父母能够做到同等的尊重和孝顺，这样的女人，她在家里就是一股和气，家和万事兴。男人的后方稳固了，他在外面打拼才没有后顾之忧。而跟安分紧密相连的，就是明辨是非的底线。我常说，一个女人的是非观，就是一个家庭的底色。你去看看有些家庭，3天2头吵架，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往往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女人。这种女人要么贪得无厌，爱占小便宜，去菜市场买个菜都要跟人吵一架，要么蛮不讲理，只要是不顺着她的意，她就能把家里掀翻天。易经里有一个无妄卦，无妄之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不按天理做事，就会有灾祸。一个没有底线的女人，她会给家里招惹各种各样的无妄之灾。你在外面做生意，
他可能因为几句口角得罪了你最重要的客户。你在单位里上班，他可能跑到你领导面前去胡闹。你再有钱，再爱他，你兜得住吗？你兜不住的，跟这种没有是非底线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你每一天都在填坑，每一天都在为她的愚蠢买单，这就不是扶贫了，这是在慢性自杀。所以没有坤德辨是非的女人坚决不能娶。这第二样底牌叫做自食其力的底气和同甘共苦的本心。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又要有疑问了，曾教授，你不是说女人是地，男人是天，女人要守坤道吗？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女人自食其力？是不是非得逼着女人去做女强人？完全不是这样。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否定过女性做家庭主妇的选择。一个女人愿意放弃外面的工作，回归家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教育得温文尔雅，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她对家庭的贡献一点都不比在外面赚钱的男人少。那我为什么还要强调自食其力？我讲的不是你要赚多少钱，而是你要有一份精神独立的底气。这份底气就是我不依附于任何人而获得尊严。如果一个女人她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幸福感全部寄托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丈夫今天对我笑一下，我就觉得天晴了；丈夫今天没给我买礼物，我就觉得天塌了。这种女人她失去了自我，她在婚姻里慢慢就会失去话语权，最后也会失去男人的尊重。一个有底气的女人，哪怕她在家做全职太太，她也有她的原则，她不会一味地向男人索取，她会通过把家管理好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哪一天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或者男人的事业遇到了巨大的挫折，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底气就显现出来了。她能站出来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我去摆地摊，我去工厂打工，我也能把这个家撑起来。这就叫底气。有了这份底气，才能生出同甘共苦本心。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了，很多女人只能跟你享福，不能跟你吃苦。你做生意赚了钱，买了大房子，她天天围着你转，夸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一旦你破产了，欠债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她翻脸比翻书还快，马上收拾行李回娘家，甚至转头就找了别人。这样的结合从开始就是一场交易。我们看易经里的同人卦和家人卦，讲的都是人心要齐。什么是真正的好夫妻？就是古人讲的患难见真情。你得意的时候，他能在旁边敲打你，让你别忘乎所以。你落魄的时候，他能端上一碗热汤，陪着你吃糠咽菜，一句怨言都没有。这叫江湖道义，这叫婚姻里的契约精神。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这份同甘共苦的本心，你为她付出再多，买再多的金银首饰，那都是打水漂。因为她爱的是你的钱，是你能给她提供的生活条件，根本不是你这个人。娶了这样的女人，你只要一落魄，她就是第一个踩你的人。这第三样底牌也是最容易被年轻人忽略的一样，叫做端正纯良的家风和懂得感恩的品性。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讲究个自由恋爱，只看两个人顺不顺眼，根本不管对方的家庭是个什么情况。老祖宗讲门当户对，不是没有道理。婚姻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是两个家庭的碰撞和融合。我经常跟那些来找我咨询的年轻人说，你想知道你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子结婚1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吗？不用猜，也别去算命，
你就去他家里吃顿饭，看看他妈妈是怎么对他爸爸，看看他父母之间是怎么说话，怎么处理矛盾的，你看得清清楚楚。家风是一个人的底层代码，它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风是端正的，父母通情达理，邻里和睦，那这个家庭教出来的女儿多半是懂分寸、知礼节的。她有一颗敬畏心，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理所应当该对谁好的。夫妻之间的付出，她懂得珍惜。相反，如果女方的原生家庭家风不正，父母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整天算计亲戚朋友，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能在街上骂街。你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女孩子能出淤泥而不染吗？太难了。她大概率也会变得贪得无厌，把别人的付出当成天经地义。她甚至会把你们将来的小家，把婆家的资源当成是理所应当的提款机。你娶了她，就等于娶了她背后那个贪婪的家族。这就是婚姻里最可怕、最持久的扶贫家风，好不好？核心就体现在2个字上：感恩。感恩是婚姻的基石。各位，一个懂得感恩的女人，你下班买个西瓜回来，她都会觉得你辛苦了。切好第一块先递给你，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她会体谅你的难处，不会揪着不放。你对她1分好，她能还你3分情。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你就算再累，心里也是暖。但是如果她不懂感恩呢？你天天变着法子对她好，她觉得是应该的。你只要有一次做的不合她的心意，她就全盘否定你所有的付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没良心。这种女人，她的心就像一块石头，你怎么捂都捂不热。和这样的女人结了婚，你这一辈子都在还债，一辈子都在还一个永远也还不清的感情债。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心血都会被她吸得干干净净。刚才我花了很长时间，把女人在婚姻里应该具备的3样底牌讲透了。很多男同志听到这里，心里可能暗暗窃喜，觉得曾教授说的太对了，我就得按这个标准去找老婆，找不到我就不结了。或者有些已经结了婚的男人，转头就去指责自己的太太，说你看看人家曾教授讲的，你哪一点做到了？你简直就是一个让我拖累的累赘。如果你是这种心态，那我必须要严厉的批评你。你完全没有听懂易经的根本智慧，你把中国人的婚姻之道想得太狭隘了。易经讲究的是阴阳和合，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我们前面大篇幅里说，女人要守坤道，要厚德载物，要安分守位。那相对应的男人应该干什么？男人要守乾道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婚姻的这台戏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不是你拿着放大镜去挑剔对方，而是夫妻2个人的双向修行。你要求你的太太是一个贤妻良母，那你自己首先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果你天天游手好闲，下班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躺，遇到一点困难就怨天尤人，你在单位里受了领导的气不敢吭声，回到家里却耀武扬威，对老婆孩子发脾气，你自己立不起来，像一滩烂泥一样。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太太对你温柔体贴？你凭什么要求她有一颗跟你同甘共苦的本心？你连甘都给不了她，你只剩下苦了。她为什么要陪你熬一辈子？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理所当然的付出。男人有担当，女人才会有底线。男人像天一样高远刚健，能够为这个家遮风挡雨，女人才能像大地一样安宁祥和，孕育万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乾坤并肩，男女各正其位，各正其位，就是你干好你该干的事，我做好我该做的本分，我体谅你在外面赚钱受的委屈，你心疼我在家里洗衣做饭的辛劳，互相配合，互相扶持，而不是像仇人一样互相防备，互相指责。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在讲结婚，不是扶贫，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彻彻底底明白了，我们绝对不是在嫌弃那些出身贫寒的女孩子，不是看不起农村来的家里条件不好的姑娘。其实我们倒回去20-30年看一看，谁家不是穷苦出身？想当年大家结婚的时候，男方骑着一辆28大杠的旧自行车去接新娘子，两个人分了一间小小的筒子楼宿舍，几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和水龙头，连台黑白电视机都要凑钱买。那个时候谁嫌弃过谁穷？那一代人的婚姻反而非常稳固，非常长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时候的人心性是淳朴的，精神是富足的，大家觉得结了婚就是一辈子，有困难我们两口子一起扛。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家里有彩电，有冰箱，有洗衣机，出门也能坐上小汽车了，反而婚姻变得极其脆弱了。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婚姻当成了买卖，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捷径，这种心性上的贫瘠，这种没有底线，不懂感恩的精神赤贫，才是我们要拼命避开的真正扶贫。我们常说娶妻娶贤不娶色，年轻漂亮能维持几年？等你到了50岁、60岁，头发白了，眼角都是皱纹了，老两口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乘凉的时候，你还会去在意他当年长得有多好看吗？那个时候陪着你踏踏实实走完这一生的，永远是他年轻时就刻在骨子里的德行，是他那颗即使遭遇变故也不离弃的本心，是他从娘家带来又言传身教传给你们子女的优良家风。婚姻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一方像藤蔓一样死死地依附着另一方，更不是一方高高在上的去施舍，去扶贫另一方。好的婚姻是你很好，我也不差，是我们哪怕现在一无所有，但只要我们两只手紧紧牵在一起，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大家去翻翻易经的64卦，最后一卦为什么是未济卦？既济卦在前面，未济卦在最后，这说明什么？这告诉我们，生活永远是不完美，婚姻也永远在磨合之中，没有什么是绝对完成的。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而是要在认清了对方的缺点之后，依然愿意牵着他的手，双向奔赴，把你们的小家过好，把家风振起来，把这种懂得感恩、明辨是非的家风一代一代的传给子孙后代。中国人家里的客厅墙上经常会挂一幅字，4大字：家和万事兴。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句好听的口号，挂在墙上图个吉利，看着顺眼的，那是大错特错。我告诉各位，那是宇宙的法则，是决定一个家族能不能长久兴旺的核心密码。只要夫妻同心，家里团和气，这个家的磁场就是正向。外面的风浪再大，不管是遇到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08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只要你们夫妻俩关起门来，心贴着心，任何外部的困难都打不垮你们，你们家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兴旺发达。反过来，如果家里天天吵闹，为了一点钱算计来算计去，夫妻离心离德，哪怕你现在有100万家产，这个家里的风水也已经被你们彻底破坏了，破财败家那是迟早的事情。所以看好你的伴侣，修好你自己的德行，不去做那个被扶贫的吸血鬼，
也别去充当那个无底线的提款机，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在婚姻中负责任的成年人，各安其位，这才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大道。今天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了一杆秤，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套大智慧放在心里。你再去看看周围那些结了婚又闹离婚的，去看看那些天天在街坊邻居面前吵得不可开交的，你一眼就能看穿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核心的总结：婚姻从来就不是一场扶贫的慈善，也不是劫富济贫的买卖。你想要一个好太太，你首先得问问自己，你有没有撑起一片天的本事和担当？女孩子想要嫁个好人家，你也要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厚德载物的底线？有没有同甘共苦的本心？有没有懂得感恩的家教？男子娶错一房，那是真的会毁掉3代。你选错了一个心性贫瘠、只有索取没有底线的女人，你的下半辈子就全搭进去。你每天都在填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这就叫真正的扶贫式内耗。反过来，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守卫安分、自食其力、家风纯良的女人，哪怕你们现在只能挤在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哪怕你们连个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你也要紧紧抓住她的手，把她8抬大轿娶回家。因为她不仅是你这一生的伴侣，她更是你们整个家族兴旺发达的定海神针。各位朋友，婚姻这门课，学校里不教，很多人都是撞得头破血流才幡然醒悟。你在生活当中，你的亲戚朋友身边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当成提款机的扶贫式婚姻？或者你对我们今天讲的没这3样东西坚决不能娶，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感悟？我都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把你的故事写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长智慧。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易经里的实在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或者能帮到你身边那些正准备谈婚论嫁却还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我希望你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看。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们频道，我们把老祖宗的齐家之道传下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我再多说几句，把刚才的3样底牌再给你梳理得更清楚一些。第一样，守卫安分的坤德，明辨是非的底线，其实就是告诉男人，你娶回家的人必须先能稳得住自己的位置，他不是来当客人，也不是来当公主，他是来当这个家的女主人。他要把心放在这个小家上，把精力用在经营这个小家上。他对双方父母一视同仁，他知道尊重是相互，他更知道是非分明，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给家里惹来无妄之灾。这样的女人才是家里真正的定海神针，她能让男人没有后顾之忧，放心在外面拼搏，她能让整个家庭充满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家和才能万事兴。第二样，自食其力的底气，同甘共苦的本心，这是最考验人性的地方。现在的社会太浮躁，太多人只想享福，不想吃苦。一个有底气的女人，哪怕她暂时不出去工作，她心里也有自己的原则，她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绑在丈夫一个人身上，她有自己的价值感，她知道自己能为这个家做什么。当家里遇到风浪的时候，她不是第一个逃跑的人，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一起扛的人。这种女人，她不是依附，她是并肩，她不是索取，她是给予，她和你一起面对人生所有的起起落落，这才是真正的夫妻。第三样，端正纯良的家风，
懂得感恩的品性，这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底牌。家风就像一个人的根，根正则枝叶茂盛，根歪则整棵树都会歪。一个家风好的女人，她从小就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她不会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她知道每一分好都要用真心去回报。她会把这种品性传给下一代，让你们的子女也成为懂得感恩、明辨是非的人。这样的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你们的家族才能真正兴旺发达，长长久久。我见过太多案例，有些男人因为娶了一个有这3样底牌的女人，哪怕一开始一穷二白，后来却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家庭和睦，子女成才，事业也跟着水涨船高。而有些男人因为娶错人，表面风光，家里却天天鸡飞狗跳，父母受气，孩子教育出问题，事业也跟着受影响，最后悔不当初。这些都不是空话，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从易经的角度多说几句。太卦告诉我们，天地交泰，阴阳和合才是正道。夫妻之间如果阴阳不交，各走各的路，那就是否卦，天地否塞，没有生机。坤卦厚德载物，无妄卦告诫我们可妄为。这些卦象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婚姻不是儿戏，它是2个人的能量场相互影响，相互成就。你选对了人，就是选择了正向的能量场；你选错了人，就是选择了不断消耗自己的负能量场。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道家讲的顺其自然，佛家讲的因果循环，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道理。婚姻里最重要的是心性，是品德，是家风，而不是暂时的贫富、外貌这些表面的东西。心性对了，贫穷可以变富足，外貌会老去，但品德会一直陪伴你走完一生。我常说，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婚姻也是如此，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只看眼前的一点物质、一点颜值，而是要看他骨子里的那3样东西，有没有守卫安分的坤德，有没有自食其力的底气，有没有端正纯良的家风和感恩的品性。只要这3样东西齐全了，哪怕现在日子苦一点，你也要大胆的娶回家，因为他会和你一起把苦日子过成甜日子，把小家经营成让后代骄傲的大家。反面来看，那些没有这3样东西的女人带来的危害，我再给你多举几个生活里的引子。有些女人把婚姻当跳板，结婚后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伸手要钱、要房、要车，丈夫稍微有点不如意，她就翻脸走人。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肯定不能。有些女人没有分寸，把小家的钱源源不断往娘家送，丈夫忍无可忍，最后只能离婚。有些女人没有是非观，在外面惹是生非，给丈夫的事业带来无数麻烦，最后家破人亡。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剧。所以各位男孩子，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定要擦亮眼睛，多观察，多思考，不要被一时的感情冲昏头脑，也不要被外在的条件迷惑。真正重要的永远是内在的心性，是德行，是家风，是那3样底牌。有了这3样底牌的女人，才是你一生的福气，才是你家族兴旺的保障。我把今天的话再总结一遍，结婚不是扶贫，婚姻是2个人的终身修行，是2个家庭的融合，是阴阳和合的正道。你想要好的婚姻，首先要修好自己的德行，同时也要看清楚对方的心性。没有守卫安分坤德，明辨是非底线，没有自食其力底气，
同甘共苦本心，没有端正纯良家风，懂得感恩品性的女人，再爱也不能娶。娶了就是给自己挖坑，给自己和整个家族埋下隐患。反过来，如果你遇到了具备这3样底牌的女人，哪怕现在一无所有，你也要紧紧抓住她，因为她会带给你一生的安稳，带给你家族的长远福报。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擦亮眼睛，修好自身，在婚姻这条路上走得稳稳当当，走得和和美美，让自己的小家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于这份正确的选择。婚姻这门学问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参悟，去实践。希望今天这些话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一些思考，也希望你能把这些智慧分享给身边正在面临婚姻选择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把老祖宗留下的齐家之道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家庭远离扶贫式的内耗，真正走向幸福美满的长久之道。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听我讲了这么久，愿你们婚姻美满，家庭兴旺，一生平安。